秦律师对男人有偏见啊！完了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怎么办呀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来回答吧。我太太呢，不是对男人有偏见，她是太过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无论是谁跟她工作上有冲突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将对方列入敌方阵营。这一点上面我深有感受。当今社会下的环境呢，男性的确更占据优势，甚至被鼓励更重视事业。可事实上呢，女性也不一定都适合主持家务，男性也不一定都是职业精英。我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律师，工作能够给她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，远远超过工作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。如果我们二人之间家庭事业一定要二选一的话，那我会选择家庭。这招漂亮，必杀呀！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你这态度不错，但要辞职，应该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？一份工作而已。那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，说辞就辞。你家可少了一大笔收入啊！钱其实根本不重要。如果一份工作是为了不停刺激你的欲望的话，那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价值。而且我算过，如果想过得幸福，一个月其实4500就。我宝贝老公的态度已经表达完了，你们有什么还要讨教的，就来讨教我吧。金先生，牛肉好了。啊，好的，知道。我这牛肉是专门空运过来的，大家一定要尝尝。哎，你走。饱口福了，饱口福了。哎，牛，小伙子，大有前途啊！哼哼。挺厉害的呀，从哪儿学来的？无师自通，这大概就是七月清晨吧。臭美。金志，哎，你的盘子。不好意思，金总，他不吃牛肉，我来吧。秦律师，嘿嘿，这老公不错啊，我喜欢。来，辉哥，就冲他刚才说那些话，我得和他喝一杯。来，我不喝酒。哟，果然是一家人啊！没关系，我喝你看着，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那你快点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我是杨华。哎，杨先生，刚才的演讲挺精彩的嘛。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家庭美满，生活幸福，你还要隐藏已婚的身份去相亲呢？今天晚上8点钟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猜出来我是谁了吧？那我们就找个地方，单独的好好聊聊吧。我听老金说，你那个老公的表现绝了。还行吧。他真的要辞职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万一要是真的，你可别跟他闹啊！现在全球这么不景气。放心吧，我们俩好着呢。其实回来也好，免得老是两地分居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于公于私，你这个老公都要紧紧的给我抓住，绝不能放手。平时看你混不吝的，居然能找到这么靠谱的老公。别说我了，你看你把老金拿捏得死死的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老金他们还等着听他说那4500的幸福生活呢。人呢？要不是阿姨说我眼熟，我真没想到，咱们俩还有这样的渊源呢。李律师，我们家的事情有点复杂，
没关系啊，那你好好解释。我是律师，再复杂的案件，我都可以捋出头绪来。具体不太方便说明情况，但是我为我上次的事情给你道歉。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我们律师干什么呀？我购买了会员服务，可是服务机构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已婚人士。这倒不太重要啊，最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你妈妈会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？为什么你还要来跟我相亲？答案呢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了，不过都对我们的秦律师非常的不利。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呢，不打算吹这个哨。你替我好好劝劝秦律师啊，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否则要是影响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就不太好保持沉默了。李律师，老公，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怎么了？一言难尽。李诞，你跟杨华认识啊？不能说认识，但是也不能说不认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们俩人到底认识不认识啊？李律师，你怎么能拉着别人老公在这种地方偷偷聊天呢？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杨先生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只能说实话了。实话？你们俩人之间还有秘密啊？唐总，您记得您跟金总结婚20周年，杨先生给了我们秦律师一个意外惊喜吗？其实那天他的出现不是来给他惊喜的，他是来跟我相亲的。相亲？跟你相亲？这怎么可能？秦师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就说呢，怎么会那么巧？那天你刚好回国。你说吧，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你妈妈的主意？你说呀，你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妈，我就知道，她一直以来看我都不顺眼，没想到现在竟然用这招。那你诚实的回答我，你知道自己那天去酒店是去相亲的吗？我反对，你们在撒谎。我手里面有相亲网站给我发的你的照片。一会儿有位姓杨的先生会过来，告诉他我在天台等他。你好，请问您有请柬吗？我找李诞律师。好的，这边请，李律师在天台。James 杨，就算杨华妈妈再不喜欢你，也不至于糊涂到给儿子再去相亲网站登记吧？你们夫妻2人长期分居，两地相思，1年也见不到几次面，为什么你回来又隐瞒你的太太，不告诉她？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回国的时候不是见你朝思暮想的太太？所以我怀疑你们2个人伪造了已婚的身份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。
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点，答案就是你们两个我失业了。失业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1年前。1年前，你失业有1年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是不是怕你担心了？哎，等等，你失业有1年了，但你这1年都在哪儿？在国内吗？不，最近才回的国。你都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2年全球经济不景，所以我就失业了。虽然我想继续找工作，但是像我这样年薪的工作并不好找。虽然我没有了工作，但不影响我有收入。虽然没有以前高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困难的地步。难怪你之前一直跟我说，你想要辞职，要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这不怕你嫌弃我吗？真笨蛋！哎呀，行了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工作，你们不是还有彼此呢吗？真是，你之前的婚姻好是好，就是完美的有点假，现在可太接地气了。什么夫妻问题、婆媳问题，你是一样都不少，这才是生活呀。谢谢姐安慰我。慧慧，乐维国际基金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说从没有在国内开设个人基金会，乐维国内所有的项目都跟乐维国际无关。姨妈，你这次就去2个星期，已经拿了2个大箱子，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？我这都是给球球带的，我一个人哪用得了那么多啊？啊，接机信息我已经发给球球了，到时候他会去机场接的。钱包、美金、护照都带好了？带好了，放心。那就好。我走这几天，家里、公司还有协会的事情，就麻烦你帮我多盯一盯。放心吧，也没几天，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这些天多亏有你，不然那些糟心事儿，想想我都心烦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毕竟咱们公司有良好的信誉。这帮律师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哎，可挑事儿的也是他们，真本事没多少，虚张声势倒是个个拿手。你这明显有偏见。人啊，一辈子遇到一个好律师、好医生，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。几点的飞机？下午1点半，浦江飞旧金山。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反正，咱们以后见到程宇慧得绕着点走。程宇慧的老金，我倒是蛮欣赏他的。你妈，你就是心太善了，才总被人欺负。哥，这怎么办啊？马上上高架了，上了高架可就不好追了。不能让他赶上这趟飞机，超过去，压住速度，挡住他。
姨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开的车你啊？啊！哎，下来！单平，你别下去。你看吧，这怎么弄？你变道急停是你全责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我全责？我前头有车，我不得让啊！你追我的尾，你全责，你懂不懂啊？报警吧，我车上行车记录仪，谁的责任到时候一看就明白。你报吧。老夏，我撞车了，我发个定位给你啊。对，蓝总一会儿的飞机，赶紧啊！不，干嘛呢？叫人是不是？干什么？哎，老夏，把我手机还给我。没事啊，你不用来了啊，没事。干什么？单平，你不要跟这种人吵，我的飞机不能晚点，你赶快打电话叫一个车送我去机场。你把手机给我。蓝总，小陶律师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陶律师，这车祸你故意的吧？对不起，迫不得已，我们才采取这种方式来阻止你。陶律师，你想做什么？云雅集团的江总，您记得吧？他就是委托我调查洛威玉兰的第一个客户，他手上持有洛威玉兰的产品超过1.5个亿。可是从去年开始，他发现洛威玉兰的经营存在很多疑点，所以委托我进行调查。所以我有权利怀疑洛威玉兰存在着欺瞒投资者、伪造商业数据等违法行为。等一下，陶律师，洛威玉兰是合法企业。你不要因为外面一些谣言做出这些不明智的举动。就你今天的行为，我可以告你诽谤，你知道吗？合不合法，你和我说的都不算。王总，这么着急出国，我想知道，谁在国内替你背锅？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背锅。哥，你丈夫的锅得让你来背了。洛威玉兰已经被国外洛威基金正式起诉。姨妈，这趟飞机你肯定是走不了了，你现在已经被边控了。我台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洛威基金的负责人，对方表示，国际洛威基金并未在我国开设任何的分支机构，洛威玉兰所有的项目均与洛威基金无关。目前，洛威玉兰负责人庞定方因涉嫌欺诈以及非法集资等罪名，被司法部门正式立案调查。受到洛威玉兰诈骗案和非法集资案的影响，玉兰集团的股是这么素啊？真是1个月4500的标准。天天吃肉，当心血脂。那么辛苦工作，不就是为了吃口想吃的吗？对了，你们律所因为洛威玉兰这个案子，接了很多案件吧？别提了，20个亿的标，整个浦江排名前10的律所都为这事儿忙疯了。你想啊，洛威玉兰有那么多会员，实际上拉出来一个就是优质客户，虽然都争破了头了，不过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金总明确提出，程宇慧不接任何关于洛威玉兰的诉讼案件。为什么？良知。你想，我们老板娘前一秒还在人家后面啊，蓝总长蓝总短，人家一出事了成原告律师了，哪能干这种事啊？那再说了，我们律师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，说我们是什么豺狼虎豹、暗箱操作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别人的绝路就是我们的财路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律师的人设不就是救苦救难、匡扶正义吗？那菩萨大哥，那些客户呢，就是想打赢官司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官司根本不是律师说了算，律师只能最大程度上帮你挽回损失、规避风险。不过也说明呢，有些从业者的素质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他们自己律师执照都没拿到了，就敢开价接案子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坏的是少数，影响大呀。来一口。还嫌弃我？
那以你们律师的角度来看，洛维玉兰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？我们金总他是这样说的：赢没问题，是大概率的事件。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洛维玉兰根本没能力偿还所有的债务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宣告破产。那些打官司的人，他们的诉求不是打赢官司，而是拿到钱。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能保证帮客户把钱要回来的？举手。程宇慧呢，虽然有非常多不靠谱的地方，就比如说重视资源、背景派大于实力派、男女律师差别对待，还有女律师的升职评价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人他2辈子酬薪来挖我都没去，就是因为我看中我们2位老板的人品。我觉得啊，程宇慧绝对是有节操的律所，行业中的一股清流。清流？清流到不让单身女性成为律所合伙人？清流，但是并不完美。我觉得你们老板应该未必是为了人情世故而不选择这个案子。你的论调跟某些人出奇的一致。谁啊？谁跟你们说老板不想接的？老板会上不是说你们一个个的就不能长点心吗？我们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什么样的人能把程宇慧用6年的时间做到行业前10呢？有雄心有野心的人。那你们觉得我们程宇慧的慧是指什么呢？是唐一慧唐总吗？那不然呢？别说话。这话我只说一遍啊。我们程宇慧真正的头脑、真正的智慧担当是老金，一个有雄心、有智慧的人。为什么不参与群雄争霸的原因，绝对不是因为他不想接，而是怎么接，什么时候接。明白了。懂了。明白了。陶律师，你确定你没点外卖吗？你说我多久没有见到我的大宝贝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工作太忙了，我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。还好我懂事儿，不然我早就傻过来了。你是天下最懂事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什么时候下班？你来了就下班了。求生欲越来越强。那当然，你都上门了，我能没点觉悟吗？是不是？咱家吃什么？你定。那回家煮火锅。OK， 走，我们去超市买点料。好。拜拜。你干嘛？家里冰箱那么多肉，哪够放啊？这个切了烫火锅最好吃了。这是红肉。你呀，你的饮食结构很大的问题。这红肉比例很高的，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是导致众多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吃肉本来就不利于身心健康，还是一种欲望的体现。有欲望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上进心是一种积极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吃草就真的清心寡欲了吗？你看亚当跟夏娃就是吃苹果吃出事儿来了。这我可不认同。亚当跟夏娃堕落可不是因为吃苹果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誓言，而诱惑他们违背誓言的是一条蛇，是荤的。我一直喝这个牌子。这个打折啊，也是品牌。咱们分2辆车拿吧。你放过我吧。
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要争取蓝小婷那个案子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汤总已经把利弊说得很清楚了，而且这个案子会很麻烦。怕麻烦就不会当律师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心里特别想争取这个案子，我倒不是为了想劝人离婚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庞定方这次肯定是有计划的出逃，而且做好一切准备了。你会不会太悲观了？人家太太在国内呢。这不是我悲观的问题，他这个时候真想保护他老婆，他就带着他一起逃了。这个时候把蓝总留在国内顶这么大一个雷，听不明白是吧？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们起诉洛薇玉兰的那个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法院已经立案了，但这个案子资料不少，开庭的时间估计不会太快。那胜诉的把握大不大？你什么时候突然对我的事儿这么感兴趣了？你们城与会不是铁定不参加洛薇玉兰的案子吗？这不就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吗？少来，想知道什么，说。我就是跟别人打了个赌，你是代理律师，我当然赌你赢了。可是这庞定方不是在国外吗？这人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就算打赢了官司，执行不到财产，不也是白打？谁说我们执行不到财产？只能说有难度。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调查和财产保全。吃个洋油条。我也喜欢吃这个，就它了。好。财产调查跟财产保全是必须的，但是呢，蓝小婷已经退出了一线管理多年了，我怀疑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家的资产，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全都变成了负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房产被抵押了。除了玉兰集团，蓝小婷名下还有其他资产，有10几家高端的美容院和培训中心，我们也都申请查封。啊什么？查封啦？那当然了。最怕的就是查封。教育中心和美容院呢，从资产评估上来讲，都属于轻资产企业，一旦破产拍卖，根本不值钱。但是如果经营的话呢，就会有大量现金流。一旦查封引起恐慌的话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我觉得吧，这都咎由自取。如果不是因为太贪心，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大师，难道人人都像你一样，每天吃鸡蛋西红柿，社会就会处处充满爱了吗？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，人类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，不都是资本带进来的吗？你在浦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超级城市谈反物质，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虚伪。你就是为了自己的消极包裹上了一层淡薄的包装。我觉得你也没有立场说我虚伪吧。虽然你有正义的理由，但你走的是一条充满谎言的路。你这样的生活，不就是因为你追求所谓的成功吗？如果你少一点上进心，那么你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靠谎言来实现的正义，真的是正义吗？你击中我的要害了，我也要击中你的。房子找到了吗？马上。刚才问了我那么多问题，我也问你一个呗。蓝小婷是不是去城与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习惯，每次撒谎的时候，同样的话都会重复很多次，好看。没有。胡说，没有。其实你不用保密了，蓝小婷呢已经找遍了浦江所有的律所，就没有一个律师可以给她做代理的。城与会呢当初又坚持不做控方律师，所以他去找你做辩方律师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都在猜，是你们金总无意而为之，还是有意布的局？我们金总好像也没有答应要接蓝总的案子。再说他虽然聪明，但也没有那么深谋远。
你们也太夸张了。宝贝，你做不做功课？你就是太天真了。你们老板可不像你这么天真，深谋远虑着。深谋远虑。秦律师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吃火锅啊？秦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跟你说俊辉是我未婚夫。公司也没有规定必须要上报所有的社会关系。既然陶律师是你的未婚夫，那西美公关的老总是我爸。吴律师，你真是太低调了。秦律师，我们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在律所说啊！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，还怕别人知道吗？不是我们，就是我爸的事儿，你可一定要保密。对唐总也要保密啊？嗯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大大方方说出来，这肯定是一个加分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在意家境出身的，是吧，陶律师？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先别着急，我正在给你做一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酱料。我等你一起。最后来点酸。还有最后一步，画龙点睛之笔。试探着请求，伸出手要一个理由，明知道是拙劣的理由。秦大力士牌御用酱料，新鲜出。谢谢您。可以吃了吗？我等你一起吃吧，火锅我喜欢2个人吃。只要你喜欢吃火锅，我都陪着你。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来。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想吃火锅了。他想吃火锅。真的想吃火锅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年底。恭喜你们！谢谢秦律师，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，也是我的上司，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秦律师特别忙，没时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。别瞎说。如果学长给我发请柬，我一定会来的。你不用勉强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，而且咱们这层关系，你们俩也不用到场祝贺，不来没问题。俊辉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很熟。陶律师，我特别欣赏你的说话方式。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么说话的话，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哎，秦律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菲菲的关系，就以后麻烦你不要让菲菲来我这儿打探洛薇玉兰的消息了。不是秦律师让我打听的。不是吗？不是。
吴飞虽然是你的未婚妻，但她也是我的下属，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吴飞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，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秦律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矛盾。谢谢你啊，秦律师，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。不客气。饿了，回家吃火锅吧。秦律师，我们也吃火锅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吧。不用了。不过还是你们两个吃吧。说。嗯。你干嘛呀？你一句话，我工作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呗，我养你。你不说了吗？律所的工作忙，上司又那么变态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可别瞎说。这下好了，我明天到了公司还得给人家赔笑脸。好不容易工作出点成就感，被你一句话全给我毁了。这不正好吗？不用赔笑脸，你们律所那么多高级律师呢，换一个上司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我就觉得秦律师是最好的，我要学就要跟着最好的学。哪儿值得你学呀？你要学法律，我可以教你。你不对劲，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你学我，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。没有。你俩是不是有过节？你不饿吗？我也要吃火锅。快说啊！回家吃火锅了，吃火锅。肯定不对劲。开得有点快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。我觉得呢，人还是要想开一点的。虽然前男友要结婚了，他的女友又这么的年轻优秀，一定会对你造成一定的打击，但是你也不要太灰心嘛。你也很优秀啊，你现在不也是朝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旁边有车，旁边有车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罗威玉兰这个案子一定不顺利。陶俊辉这个人呀，胃不好，他只要碰上压力很大的事情，就会喝很多苏打水。我刚刚就注意到，他买了很多苏打水，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吴飞在我手底下工作，所以吴飞提供的情报不一定可靠。咪，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些事？是啊。你没救了，你的欲望已经让你屏蔽了一个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。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姨妈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海鲜粥。姨妈，我进来啦。还睡呢。姨妈，姨妈。丹平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蓝总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将近7点的时候出去买东西，那时候我姨妈还在，我总共也就出去了40分钟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姨妈会想不开呀。蓝平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。你先检查一下，你姨妈有没有带走她的护照？护照。
护照还在。我姨妈是不会逃跑的，绝对不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按照严重程度来排除可能性，逐步的缩小范围。大明啊，你先把蓝总的照片，还有他临走时的穿着告诉我，然后再列一下他有可能去的地方。你在酒店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我去开车去。丹平，以我对你姨妈的了解，她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你相信我，她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不是靠运气，所以她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啊，你等着我们。好，我在酒店等你们。通知刑事部的老沈，再叫上小潘和大放。反正找人这种事儿，人越多越好。喂，老沈，我是唐一慧。孙老师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啊，这个你们管不了，那个你们没办法。那资格验证不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我的诉求很简单，我交了5万块钱会员费，现在很不满意你们的服务，要求退款。很合理吧？是你们违约在先的，你要是不退款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。别呀，你们收入那么高，我挣得多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李律师啊，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嘛。啊，孙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要接个很重要的电话，我说的你考虑考虑，过2天我再联系你啊。喂，唐总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要是有帮手，也可以一起叫上，但一定要可靠，不要到处乱说话。我懂了，那一会儿见。如果换的是你，你要高升企业部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还要回头去打那个官司难缠的婚姻部的这个离婚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就不信，你能忍得住。麻烦帮我接一下电话。我在开车，什么事啊？蓝总失踪了。来了来了，挺着急了吧？小心啊，别烫到手。来，我给你称。叔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？我能有什么压力啊？我帮你称吧。我自己来。我觉得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奇奇怪怪的，本来说好要吃火锅的，怎么又该吃炒饭了？你是不是对秦律师有意见啊？我对他能有什么意见？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害怕，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有压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用你的笑来掩饰尴尬了，我可都看出来了。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很喜欢秦律师，觉得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独裁专制，顺者昌逆者亡。不过秦律师在我们家庭部也算是女王一样的存在了，这种女人最容易给男人压力了。你是觉得她攻击性太强了，对不对？听你分析了这么多，你对他的看法改变了？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。哎，你知道我们那个2500万的案子的事儿吧？一直在找到底这件事情是谁泄露出去的，是我帮秦律师查的。最后查出来的那个人是秦律师的死对头呢。秦律师非但没有追究，连人情都没要。为什么？我当时也是这么问的。君子呢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做律师更是如此。就算见惯了人性之恶，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。暗地里使绊子，不光明正大，来了也没意思。不
管他有多少缺点，就光冲这一点，他就帅的没边儿了。他帅还是我帅？你跟他吃什么醋呀？你是醋王吗你？问你个正事儿啊。嗯。你们程宇会接了蓝小婷这个案子，你说秦师会不会成为这个案子的主理律师？应该不会。就算要接，应该也不是秦律师当主理律师，他是家庭部的律师，这应该算是刑事案件。也对啊。不对，秦律师不可能对自己不能处理的案子感兴趣。难道？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武飞，嗯，秦律师呢？不知道。出去了？出去了。那一会儿这样，等他回来，你跟他说我找他一趟。嗯。各位律师，各位精英，麻烦大家本周五之前呢，把你们的学历证明、学位证明，还有婚姻状态证明补齐一下，好吗？好嘞，好的，小主任，小主任，辛苦。劲爆消息啊！劲爆消息！这次律所地毯式普查，好几个离婚渣男，谈恋爱劈腿1拖3，还有2个是律所里的，一个在财务，一个在监。这家伙倒是挺聪明的，不敢招惹女律师，要不然这不是现场开撕这么简单了。获得2007年全国大专院校辩论大赛总决赛的冠军队伍是浦江华文政法大学，恭喜！现在啊，要颁发一个重要的奖项，就是本届大赛的最佳辩手，恭喜浦江华文政法大学的3辩秦师。秦师你认识吗？他好像就是华中的，他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也是家庭部的首席。啊，好像是比我低几届的学妹，我跟她不是很熟，不太清楚。你认识一个叫陶俊辉的人吗？他也是律师对吧？跟您一个学校的。啊，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辩论队。不起来了，哥，我求你！哎呦，哥，我不来了，我真受不了了，不要了！快！起来，再来！嗨，哥，你就当我死了算了，求你了啊！再陪我练1个小时。哥，1个小时？哥，我这身体真不够你再晒1小时的，求你。还有谁？
来呗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来呗。哎，这小姐姐和桃子哥什么关系啊？你咋那么八卦呢你？小姐是你叫的吗？不是，桃子哥不会真摔的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桃子哥怎么能跟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动手呢？来，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再来。以前我教你都忘了。还继续吗？哎呀，我有点疼。怎么？没事吧？来上！输了。我可没教你这招啊！上次你来找我的时候提出的还款条件还算数吗？如果现在积极偿还债务，我至少可以保证他现在其他的企业能正常运营，不受到干扰。否则，他所有的企业即将被封冻。你来找我就为这事。你们程宇贵不是不再负责蓝小婷的离婚案了吗？程宇贵不负责，不代表我不负责。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手里的案子，我能让他跑掉？条件有效，不过现在还多一个附加条件。别看了，走吧，再看也不是你的小姐姐啊。上次你可没说抵押担保。蓝小婷手上有多少资产，你比我心里更清楚。而且你们那个还款计划一拖就是3年，3年之内能发生多少事情，你说得出来吗？而且你敢保证蓝小婷手下的企业3年之内运营不会出现问题吗？换做你是债权人，你会同意吗？要么资产抵押，要么找第三方做担保，这样对你们双方都有保障。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蓝总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哪家银行、哪家企业会给他做背书啊？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陶俊辉，陶俊辉，你把一个弱女子往绝路上逼，只会两败俱伤，你知道吗？蓝总他已经答应还债了，这些债务不是他一个人欠下的。一个人他有这么大的魄力，这么大的勇气，不应该给点支持吗？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去跟你的代理人说。你们女人是最善变的，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，刚分手，扭头就跟别人结婚去了，还有什么不会变的？我刚才说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。再提醒你一句，你只有1个礼拜时间，法院还压着一大波债权人的案子要处理，你错过了这次协商的机会，谁都帮不了你。出去，要不告你性骚扰。谁愿意看？对，我刚从法院出来，现在所有的案件都在做并案处理了。我刚刚跟法官也交流了一下，债权人打官司不就是为了拿到钱吗？蓝总有还款的意愿是最好的，但是担保也是一定要的。我给单平也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也在想办法。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一步了。
合生元奶粉激发内在保护力，宝宝皮实有活力，妈妈操心少。合生元邀您精彩继续。怎么啦？没胃口了？刚不是饿得说要命？手疼，抬不起来。谢谢。你要点喝的吗？做运动呢，不能很猛，要循序渐进。那边怎么样了？银行不可能，只能看个人。但个人企业呢，投资风险又太高，除非化整为零做融资。那就要找一堆企业来兜底，否则很难填补这么大的资金空缺。怎么了？你爸妈从那之后有没有再跟你提起我？还想跟他们二老过招？不是，我那天喝多了，说的很多不该说的话，对不起啊。还好那天你及时补救，也算是将功补过了。而且呢，那天本来就是为了我，我也没有那么不讲道理。话是我说的嘛，祸也是我惹的，我必须得做出一些补偿。不用补偿了，但是，如果你实在想要补偿的话，确实有一个忙需要你帮一下。什么？你让我帮蓝总的早教中心找投资？我知道咱们有很多客户都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所以……停！秦师，你在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为什么要拿我的客户资源去帮蓝总？而且以蓝总他现在目前的经济状况，我这不是把钱往火坑里扔吗？杨华，你说下去。我看过早教中心3年来所有的财务报表，运作得非常好。在财务问题爆发之前，他们已经在着手 IPO， 按计划年底再开15家分店。现在因为债务问题，之前投资者都已经撤资。如果现在有人能够接手的话，就能以最低的投资获取更大的股份，完成 IPO， 利益回报就不用我多说了。秦师，你现在是以程宇慧员工的身份，还是以蓝总的代理律师的身份在跟我说话？一慧姐，虽然程宇慧放弃了蓝总，但我没有。秦师，你这事儿多久了？杨华，你是哪边人？秦总，如果秦氏不是你的妻子，而你作为我的投资顾问，你觉得我应该投资这个项目吗？如果我那些有潜在投资意向的客户问我同样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他们？
他们会信任我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说投资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不应该轻易信任何人的建议。你就这样说服你以前的客户的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我作为分析师，我只对我研究结果负责。至于投不投资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因为钱是你们的，亏和赢都是你们的事情。这世上没有稳赚不亏的生意。没事吧？我要不是现在腿抽筋了，我能跳起来3尺高，你信不信？你们老板都还没答应呢。哼，你不了解他，只要他没有现场撕了我，就说明有戏，而且希望很大。他现在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了一串人选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嗯。不过我不是对我自己有信心，我是对你有信心，100%有信心。你还好吗？可以。这么严重啊？怎么了？你办公室不是在那边吗？哎，陈律师。主任，秦律师。你心跳很快。你压着我吧。不好意思，手有点麻，我就缓一缓。蓝总那边，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？该做的努力都做了，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。秦律师，其实我们有电话。喂，爸。儿子，你现在过来跟老爸见个面吧。在哪？哎，你把秦师也带过来，有些话呀，老爸想当着面跟人姑娘聊一聊啊。爸，我是秦师，我有时间。您发个地址给我，一会儿我和杨华过来。那好，我等你们啊。
从第一季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。爸。离异家庭也能培养出很优秀的孩子，而且我认为他比一般的人更能够珍惜。离过2次婚。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是你怎么看自己。别人觉得这是问题，你觉得这是问题吗？要是问我，我觉得这一点不是问题。生活中偶然的感动，总是在不经意间。虽然我明白，这话可能只是有口无心，可能只是逢场作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我却相信，这是杨华的心里话。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一样东西。老杨，老杨。老杨，爸，这不是被妈藏起来了吗？你以为我真找不着啊？你妈那点心思我能不了解？